你真的觉得你可以驾驭得了王居安吗？感情从来不是什么彼此驾驭，而是要走进对方的心。勉强自己是很累的，姐姐这么聪明，不会不清楚吧？感情？你觉得王居安这种段位的男人会对你谈真感情吗？安哥哥，安爸爸。女士，可以入场。走出音乐厅的那一瞬间，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的坚持，第一次开始动摇。你到哪儿了？路上特别堵，我可能到不了了。哦，那你就别赶过来了，演出都已经……我现在特别累，不想说话，想倒头就睡。哦，好，那你赶快回去休息吧，我们明天见。今天安盛的股票为什么涨了这么多？我没发现什么利好消息啊。您平常不关心八卦新闻吧？八卦新闻？您和陈小姐昨天的演出片段被发到网上了，现在大家都在传，说陈家背后的投资集团会注资咱们安盛。原来是因为这个啊！哎，王总，您买了，苏总珠已经在办公室等你半天了。是吗？一会儿说。好。午休时间来找我有好事儿，有惊喜吗？让你看一下这个。金童玉女亮相上海音乐厅，安盛总裁与钢琴女神首次合体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金童玉女，文笔太差。不是说这个，下面第3段。王居安与陈依婷在欧洲共度的3年，留下数不清的回忆。哎，读不下去。太烂了，写的。没有人让你关心人家的文笔。上面有人说，据知情人爆料，你们将会在年底内结婚。那肯定不是真的呀，苏沫小姐，这是绯闻，捕风捉影的传言，10个里面未必有1个是真的。不理他几天就过去了，理他反而没完没了了。既然是假的，那是不是有必要去澄清一下呢？免得别人误会陈依婷是你的女朋友。澄清肯定是要澄清的。不过这个报道刚刚出来，我就忙不迭的去撇清关系，这不是在打人家依婷的脸吗？会有很多流言蜚语说她自作多情。那她就是自作多情啊！我希望你去澄清谣言，而你现在只管别人的面子，不顾及我的感受。对，不过虽然她是自作多情，但是这不光是面子问题。你想啊，如果我现在出来澄清，你就势必会被推到风口浪尖。你知道这些八卦记者多喜欢这种三角恋情吗？到时候你的陈年旧事就会被挖出来，仔细研究。你什么都不说，默认现在的暧昧状态，别人才会认为我们是三角关系。等你承认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我是第三者，破坏了你们2个。你相信我，这件事情适合低调处理，不要去碰这个热度。再等我2个月。上一次你告诉我说2天就会宣布我们的关系，这次又是2个月，下一次是不是要2年啊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？这才多长时间啊！你说的好像我委屈了你一辈子。当陈依婷来向我挑衅，当所有人都认为我不会陪你走到最后，甚至连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关系都忧虑重重，在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动摇过，因为我认为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任何的困难和问题我们都可以战胜。
可是今天我开始怀疑，符合你的那套行为准则，也许比感情更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树立良好的形象，可以让安盛的股票上涨。而我要的只是一份纯粹的感情。难道我就不想要一份纯粹的感情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应该学会无视丑闻、绯闻。你是在说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一开始我就和你说我们不合适，是你的热情感动了我，让我觉得外在的条件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心要在一起。可是我们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这一切慢慢的都开始变了。我以为我很了解你，可是我是从别人的嘴里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想结婚。我以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，可是你跟陈依婷一起去法国的时候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以为我才是你终生伴侣的唯一选择，可是当今天有人认为陈依婷是你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却也无所谓。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解释过了，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到一起来数落我？好像我在费尽心机的套路你，在骗你。难道我做的努力你都没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你在努力，我也在努力，所以你累，我也累。看来我一开始判断的没有错，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了，不合适。分手吧，从今以后，我要的星辰大海，我自己负责。你能扔，我就不能扔吗？什么呢？这垃圾分类也不分呐？这也要分类吗？电视宣传你不看呐？干湿分离，干湿要分开。你要先把里面的水倒掉，然后呢再把这空瓶子扔了。哎，这闻着蛮香的，为什么要扔啊？真浪费，要不你给我得了。哎，我不扔了。嗨，这人的心态，这一说给我还不扔了，切！我就不扔了，你管我？患得患失、蝇营狗苟的日子终于画上了句号。我要找回那个曾经无比坚定而踌躇满志的自己，在属于我的天地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哎，小苏，进来。苏沫，早。早。怎么不上去啊？早。王总早。早。进来，进来。来来来，早啊。我们到了啊。先走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？滑稽吧？搞得我好像知道一样。你也不知道啊？你没看见我一脸懵啊？
钟声怎么说？他们两个真的分手了？好像是真的。为什么？钟声也没细说呀。但这个分手啊，好像是苏沫姐提的。具体她怎么想的呢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，是不是？肯定是安哥哥做了什么事儿，让人家伤心了呗。我现在就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钟声受他姐影响，跟我分手怎么办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你自己呢？我想别人我也没用啊。这谈恋爱这事儿，你只能靠自己，是不是？你们在这里干嘛？我们在这儿干嘛？啊，我沉思呢。这里不让坐。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把你们的盆栽拿走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就这么分了？他非要断章取义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什么断章取义？人家小姑娘发发嗲呀。有他那么发嗲的吗？嗓门比我还大，还有没有天理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你们两个出现问题就是从那个陈依婷出现开始。你想啊，她不出现，你跟苏沫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没出过什么大事，对吧？她一出现，苏沫的这个情绪就特别不稳定。老王，我跟你说，当务之急，先表达一个诚意，把这个陈依婷一脚踢开。然后再主动找苏沫求复合。你还傲娇上了你傲娇什么？傲娇什么？傲娇什么？傲娇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我跟你说，苏沫人很好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的温度，白吗？看看我的发型，新发型。新发型吗？没看出有什么区别啊。快说正事啊！哎，别耽误了。看你把骑的，天
耽误了啊！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这个小王最近啊，老往家里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他每个月还在给你们寄东西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哎，你跟人说一声啊，让他不要再往家寄了，家里就2个人。我跟你爸也都吃不了。还有，替我好好的谢谢他。好，我会跟他说的。那个不跟你多聊了啊，今天有这个艺术节有烟花表演，我去晚了呢，没有好位置，我得去换个衣服啊。你赶紧去吧。哦，让我那你跟孩子说。跟你爸说。哎，我跟他说2句。你也快点啊。哎，行。怎么样啊？爸，怎么了？你跟那个小王还好吗？挺好的呀。那你，哎，让我把眼镜戴上。过得还称心吧？挺称心的呀。哦。啊，我要和你说，我最近还涨工资了呢。再过2年啊，我就能凑够首付，在上海买套房了。你女儿我厉害吧？厉害，行，好，那就好。别委屈自己啊。我知道，不攀附，不将就，绝不委屈自己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说完了没？该走了。好，马上就来了。呀，快点，催也是你，不催也是你，快点。那我挂了啊。嗯。讨厌。安哥哥，小心一点。王总，您回来了。刘姨，帮我倒杯水。啊，好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没事了。我不着急，安哥哥。安哥哥，你还好吧？王总，喝水。我来。安哥哥，来。其他人呢？啊，王总，您忘记了，王姐她好不容易不上课，当然追她的小女朋友去了。小王总呢？天林呢？啊，天林也出去了。哦，王总，我有件事情忘了跟您说了，有一对姓朱的夫妇啊，下午过来送了2盒黑皮馄饨，说是给王总还有女朋友吃的。哎，正好，安哥哥，你刚才空腹喝酒，现在难受了吧？我把它煮出来，我们一起吃一点。不要，你不要动，这不是给你吃的。那，你吃一点。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清楚。其实我……安哥哥，我也有话跟你说。那我先拿去冻着啊。安哥哥，文化长廊的事情，不管姨妈怎么反对，我会陪你坚持到底。你的能力，加上我爸的资源，姨妈最后只能妥协。安哥哥，我是你这边的。
你不要把我推到姨妈那边去，好吗？你懂我的决心，是吗？当然，我知道文化长廊对你的意义。有你爸爸的支持，一定事半功倍。嗯，特别好。但是文化长廊建成的那一天，我想和苏沫站在一起。我想和他分享每一刻、每一秒的快乐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和你在一起，我会看低我自己。他并不适合你。这个由我说的算。王居安，你不怕我利用我爸的关系报复你吗？我认识的陈依婷不会。我不需要你的好人卡。高手，高手，绝世高手，都带进家门了，还能憋得住？不但憋得住，还能赶得走，厉害了！你好像比我还了解我自己啊！一个握着优质资源且能让你如虎添翼的女人走了，这对我是好事儿啊。不过我就纳闷了，你到底看上苏沫什么了？依婷这么好一张牌，你居然不要？一张牌？你在玩谁是卧底啊？赌债还的怎么样了？还着呢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就这么上楼了？给我倒杯水。刘阿姨，再给大少爷倒杯酒。太好了，你还没睡，跟我来一趟。王总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他没事儿。那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别急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，王总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这突然就这样了，吓死我了都快！你给他吃什么了呀？那个鸡肉味的方便面。你死定了！王总对鸡肉过敏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我知道呀，但我想不到这个鸡肉味的方便面里面真的有鸡肉啊！可这么点量，他怎么跟要死了一样啊？会这样的，有的时候那个过敏严重的人，光闻一下味儿都两个腿要抽筋的。真的假的？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开玩笑呢？那可不行，得赶紧送急诊。我已经打过110了，120，我打过了，车在路上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好点了。是吗？让我慢慢恢复吧。你都这样了，怎么慢慢恢复啊？听我的，我有经验，从小到大
都多少回了，很快就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就是浑身没有力气，身上还有点痒。你们谁能把我扶起来，让我靠在床上，再给我挠挠？我身上还有点痒。慢点。怎么样？药够不够？要不要再喷一点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你觉得哪里还不好吗？有没有不舒服、呼吸困难之类的？再挠就破相了。哎呦，没想到你还真的挺在乎我的。你可别想歪了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没想到一袋方便面就把你使出来了。我那是不想赵祥庆和丛姐跟着收拾你这烂摊子。你说咱俩的事儿，你有本事找我单挑啊！你老赖在人家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不让我从中难堪吗？你要是肯让我去你那儿，我天天都能和你单挑。哎，苏沫，你别这样，这是在人赵祥庆家，这样不好。哎，不，苏沫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这多不合适啊！这没有疹子，也没有风团，光滑的跟那什么似的，哪儿过敏了呀？消失了，这是爱情的力量啊！哎，苏沫，走。文清啊，在哪儿呢？小苏呢？他要是还在，你能回来吗？进来吧。别放了，拿来喝点吧。舍不得呀？没有，哎，怎么会舍不得呢？都醒好了。你这个速度很快啊！啊，怎么样？来，快吗？这还不快？我刚刚出去被你弄回来了，还要促膝长谈啊？被识破了。我怎么说的来着？就说你这个主意不行，太幼稚了。你少来这些屎货诸葛亮！我为了挽救我的爱情，差点搭上我这条小命。那苏沫这个女人有点难搞啊。我这个追爱秘籍是百试百灵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是。继续坚持都不管用，那就坚持再坚持。简瑜确实给从容添了不少麻烦，我觉得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和祥庆准备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很好。我们没有酱油，肉已经在锅里了，你能分我点吗？谢谢。送我的。祥庆说你给错了，这是生抽，不太上色。其实如果你怕烦，完全可以把门牌密码换回来。继续坚持。
吃吧。你也是尽力了。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出去餐馆吃啊？啊，做戏要做全套，你去餐馆吃了借酱油来干嘛？让苏沫发现了不打脸吗？你这个苦肉计对苏沫不管用，你就是饿死了他都不会管你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买一只白斩鸡，你把它全部炖。你吃一部分，好吧？然后你去医院，你一住院他心软，他肯定去看你。你是想让我去死，还是想自己去死？控制好量嘛，万一控制不好呢？那你就想办法控制一下。外卖，王总你太淘气了。我没叫外卖。要一起吃饭吗？油盐酱醋都在这儿了，以后没事别来敲我的门。如果你再来敲我门的话，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搬出去住。至于安生，董事长助理的工作到年底我就满1年了，我会重新找份工作的。你凭什么？我就问你凭什么？我都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放开！你对我太残忍了吧！你不要倒打一耙。好，我承认我是没有处理好，但是感情出现问题了，不就应该解决问题吗？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找不到彼此了，你待在原地，我会来找你，你答应过我的。那又怎样？自己答应过的就不能出尔反尔啊！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，我要做的就是成为你的男人。你累了可以靠过来，你孤单了我可以陪你一起。接啊！干嘛不接啊？喂，安哥哥，我下周要去法国了。我听姨妈说，你下周要去法国出差，我们一起吧，也好做个伴儿。不用了，那天我跟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现在很清醒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只把你当亲人，除此之外没有更多。一路平安。我还有事先挂了。你介意的可以直接说出来，还有，不要再想着辞职或者搬家，都没有用。就凭我王君安这3个字，上天入地我都能把你找回来。我可以允许自己失败，但我不能允许自己错过。我们给彼此半年的时间，如果你还不能接受我、原谅我，我就从你的生活中彻底消失。但如果你冷静下来，和我的想法一样，我们就正式结婚。安哥哥，喂，天宇啊，我马上到，会马上开了是吧？依婷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有个会。哎，安哥哥，现在已经到午休时间了，我明天呢就要去法国，你不来送我，总得带我去吃个饭吧？天宇，你进来一下。走嘛，走嘛。依婷，那天我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那天之间晚上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家。家？天林哥说你不在家，他果然又骗我。可能我没有说清楚，我在女朋友家。女朋友？是苏沫家。苏沫。安哥哥，你不要再提苏沫了，你们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我才应该是你的女朋友。我们门当户对，青梅竹马，我们才是最匹配的。你为什么？这都不重要，谈恋爱不是在谈身家。就算是精神世界，我跟你更契合。我们有共同的爱好，共同的朋友，我们什么都是最合适的。你不要再逃避了。在逃避的人是你。我和苏沫已经和好了，她才是我的女朋友。我不信，他已经不要你了。
他对你无情无义，只有我才对你是真心的。哎，安哥哥，你在撒谎，你要把我推开是吗？放开我男人！你的男人？说什么只要我站在原地，就会主动来找我，现在还算数吗？算数，当然算数。你不用赶我，我原本就是来道别的。王娟，你自己做的决定，你不要后悔。手放下来吧。你刚才说我是你的男人，是真的吗？不愿意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可是有半年之约，到时候说不定会败下阵来。不可能，我们并肩作战，可以对抗整个世界。只要你爱我。王总，我。依婷，表哥，听我妈说，你明天要飞法国了。嗯。你订的衣服还没做好呢。那你就帮我寄到法国，我还能在国外帮你宣传一下。不回来了。你不许笑话我。我干嘛笑话你？因为我落荒而逃啦。王轩没档次，不适合咱们搞艺术的。你在哄我开心啊？那你有没有开心一点呀？我知道。你们都觉得我一厢情愿的样子特别傻，我可没说过这话啊。要说傻，我比你还傻。其实你的机会比我多，只是你没有放手去抢。我从来没想过抢走他。我只希望他开心。现在我知道他喜欢的人是谁了，只要他能幸福，我就满足了。我走了之后，就没有人陪你飞分傻了。你自己要学着聪明一点。嗯。什么？这个是我亲手做的香囊，陪了我很久了，会给人带来好运。送给你。你会遇到更好的。那当然了，你也会遇到更好的。走啦。哎。嗯。我的礼物呢？我都在国外帮你宣传你的衣服啦。动作挺麻利啊！啊？不会是想快点让我走吧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都想着你这来都来了，你得多住几天啊。舍不得我？有点儿，我都习惯了。那我再住2天吧。是吗？
了。从容人呢？打个招呼再走。啊，他去接可乐下兴趣班了。也不知道来送我一下，我代表了。这什么？你和从容一人一半。这，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，王总好。王总，你慢点啊。再见。回家感觉真好，来让一让，别压到脚。电话不自己换拖鞋。哎，好累。电话不停纷扰。哎呀，还是回家好呀！看看这环境啊，这氛围，这防盗门。我们俩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。购物卡这么多呀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多了？才住了2个星期，给这么多，要不我给他还回去吧？好歹人家是王居安呀，会白住你的吗？那这样，我去找他还张少点的。你傻呀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也贴了一个洗衣机进去，我呢没有白伺候他那么多顿，估计他是算好的，少了嘛他不好意思，多了呢我们又不会收的，对吧？哦，我们俩算是没白忙活啊！你看呀，给他们俩送入洞房了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啊！叔叔，洞房是什么？小孩子别瞎问嘛。补习班，很苦的。那我不去了。怎么了，可乐？有事儿？叔叔，就是我们家马桶又堵了。又堵了？哎，我去。你这个小伙子最近的产出量很大呀！啊，还行吧。妈妈，我饿了，你给我切点苹果吃。又饿了？产出量能不大吗？叔叔，你的电话。你个小刺头刺到硬了是吧？讲了多少趟，不要在外面租房子了，家里都催了大半年了，甲醛什么早都散干净了，你老住在外面干什么？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在忙。快搬回来吧。啊，晓得了，挂了。哎，可乐，你干什么呀？以后不许随便乱接人家电话，听到没有？我又不是存心的，我这不是看叔叔手上有活吗？我帮他接一下。行，吃苹果去。不切，啃着吃。这个啃不到。换这个吃。我想着那个风吹得久一点嘛，味道散得干净一些。我之前说我邻居给我找麻烦，那个是我编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那你干嘛不拆穿我啊？你莫不是喜欢我吧？当然不是。我是。我过来看一下。我们聊聊。
我要去王总那开会了。你就给我10分钟时间，我保证速战速决，好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淡定？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？小鹿乱撞，春心萌动？不用，你也不用到那个程度啊。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这种情况，这个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点不一样，你觉得呢？今后的车子还是不要混着开。我今天自己打车，你开自己的车。啊？这个季度的租金刚付吧？啊。住满3个月，赶紧回家。你搞什么啊？你怎么就从一个极端就非得到另外一个极端呢？我没有反应，是我淡定；给你态度，是我极端。怎么理都到你那边去了？你打住啊，打住！从容，这个辩论我肯定是辩论不过你啊！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，你打算把我怎么样啊？不想把你怎么样。那我都已经跟你，我都跟你表白了。招惹一个离婚带娃的女人，你负得了责吗？我负得了啊！你知道什么是婚姻吗？知道啊。知道。啊。婚姻是要面对老妈和老婆同时掉到河里的琐碎，是2个原生家庭的重组，然后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一个妈宝能活得出去吗？开会时间到了。早上一睁眼，西装衬衣都整理好放在边上，配什么颜色的领带也喜欢先问一下妈妈的意见。真的假的？王总为了提拔你，应该得罪了不少人。你别让那些人看笑话，也别让我看笑话。躲什么？我还能吃了你啊？我不会像其他小女生那样撒娇，也不会成为那种粘人的小棉袄，所以，我特别容易被比较细腻的异性所吸引。哟，刘叔叔啊，今天来的够早的呀，这水刚烧上，快过来坐吧。谢谢。你过
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我在这里负责一些杂事，还有一些接待工作。平常这里客人没那么多，我也挺清闲的。你呢？一切都好吧？我也挺好的。我现在在一家公益机构工作，过得还挺充实的。唉，都怪我，害你都离职了。没有，那事儿其实不怪你，我反而觉得现在这份工作挺适合我的。你就别安慰我了。没有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说吧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其实想找，一定能找到。我之前觉得应该尊重你的想法。你既然想独自疗伤，我其实不该来打扰你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需要你。我是说，我们机构需要你。我们机构正在扩招，需要一个专职的财务，我觉得你挺合适的。哦，我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正经干过这行，我肯定不行的。你可以的。这样，在你正式接受这份工作之前，我们那儿已经有一个外聘的会计，你可以先做他的助手。算了吧，我觉得你不用那么着急回复我。我已经好久没休假了，我觉得这儿挺不错的，想在这儿多待几天。这样，等我走那天，你再回复我，可以吗？嗯，那我想想，我下午请半天假，带你在这儿好好转转吧。好啊。我今天下午先请个假。哎，没问题，反正我这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陪你朋友好好玩玩，快去快去，啊！那谢谢啊。阿姨，这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他就是要给你赔款的。这样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再等我一下，快了快了。钟胜，你表现不错呀！听说你的文章又在市里获奖了。刘教授推荐我去参加的，我就去碰了下运气。太谦虚了，这么优秀的人才，学校就应该不遗余力的培养。我长话短说吧，有个1年交换生的机会，刘教授向校方推荐了你。交换生？对啊，来，这个表格自己填好，回去跟父母好好商量一下，然后带回来交给我就好了。谢谢主任。嗯。 1年的波士顿大学交换生，就相当于是镀上了一层金。我们学校对我还挺好的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混出点名堂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对我始乱终弃。什么叫始乱终弃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要出国，我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啊？1年什么概念？你不知道吗？1年又不是很长啊。是，对你来说不长，因为你心里根本没我。 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心里根本就没我，否则你至少能在面对老师的时候犹豫一下。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我会出轨、乱来、爱上别人？那是因为我相信你的人品。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。说的好听。王姐，
你再这样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又不是3年5载的，你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？而且，我们又不是生活在那种没有网络的年代，视频、语音哪样不能聊天？没想到你就这么点心胸。别碰我！钟声，别碰我！我不是心胸小，我就是舍不得你。打个飞的又不是很难，我们寒暑假都可以在一起啊，而且那边的圣诞节假期真的很长。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呢？”朝朝暮暮都做不到，两情怎么长得起来？他虽然现在嘴上说的好听，可是隔了那么远的距离，谁知道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呢？如果我休学跟着过去，老大肯定杀了我不可。怎么办呢？还有谁能劝得了他呢？阿姨，您别忙活了。哎呀，不忙，就烧点茶嘛。那个西洋参啊，是我给叔叔带的，平时给他泡水或者炖汤什么的都可以用。谢谢。还有那个燕窝是雪燕，你留着自己吃，别送人啊。哎呦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还拿那么贵重的东西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这个是 SPA 的 VIP 卡，平时您可以去放松放松，按个摩什么的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这么细心呀！哎呀，快喝点茶啊！好。哎呀，阿姨家的茶也不好，不知道你喝的习惯不习惯？习惯。还有这个安盛的购物卡。不是，哎呀，你看你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阿姨怎么好意思收呢？哎呀，你真是的。这算什么呀？这叫毛脚孝敬丈母娘的，再贵都是应该的。不是，毛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毛脚是没上门的女婿，小孩子不懂，不好瞎说的呀。看来钟声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可以的。我和钟声谈恋爱这事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跟我们家钟声谈恋爱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什么都没准备。哎，我把他爸叫回来。哎，这还做什么葱饼呀？这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准备一桌子菜。你是正宗的毛脚上门哎。阿姨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不过我这次来呢，钟声并不知道我是有件事特别棘手，想让您帮个小忙。哎呦，这长得山清水秀的，说话还客客气气的，王姐，阿姨喜欢死你了。哎呀，你说，只要你开口，就是天上的星星，阿姨给你摘下来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你怎么那么磨蹭呀？我看那同学人都出来了，你能不能动作快点啊？你赶紧点儿，我都站了半天了，我都。你怎么突然跑到学校来了？我不来，我能逮得着你吗？走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待会还有大课呢。什么大课呀？我说你真是的，那皇帝不急，你要急死皇帝他妈呀！哎呦，歇后语不是你这样用的。再说你刚刚那样照，同学看到我傻不了。你现在还要跟我耍滑头？你谈恋爱的事情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姐。你别管谁跟我说的，我问你，那国外有什么好呀？这么好的男人不要，你非跑到国外去啊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王姐。妈，我去国外留学1年，对我的专业和工作是有好处的。你把这个男人攥在手心里，你还工作什么工作呀？我本来还要指望苏沫呢，想借他光呢，我现在还用着看他眼色吗？哎呦，
我现在想想，我都能笑出声来。这人走运了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呀！请你讲完没有啊？我去国外和跟王简谈恋爱这2件事情根本就不冲突，是王简她自己胡思乱想。当然，她也有可能是觉得我太过优秀，怕我被别人抢走了。哟，你长点心好不好呀？我还担心你一走，这山高皇帝远的，那万一王简被那小狐狸精勾走呢？你倒是哭你都来不及。现在信息这么发达，出轨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我前几天看电视还看一个女的拼车拼出过婚外情呢。你说你把王简一个人留在上海，你放心，我还不放心呢。首先，王简他不是这样的男人；其次，他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，这种男人好要的啦。那大人说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整个金融系的老师就推荐我一个人去，我凭什么不去啊？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啊？真是不可理喻。算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要回去上我的课了。能理解就理解，理解不了就算了。哎，我就不说你作好了你，这么死心塌地的好男人，让你作没了作飞了。我告诉你，到你哭你地方你都没有。哎呀，你气死我了！你这死孩子！哎呀，你不是说是来休假的吗？怎么把时间都花费在法律咨询上了？我现在就是一个公益的全职律师啊，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是我做的本分。真的，我后来发现我在很多地方都挺派上大用场的，我还挺开心的。那，你去做全职的公益律师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是尚纯让我在整个行业混不下去了？他没这么大能耐。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过人生规划，比如说，大学的时候拿到律师资格证，大学一毕业能进一家不错的律所工作，35岁的时候能成为律所的合伙人，50岁就可以成为一名公益律师，等到我60岁的时候，能出一本关于自己前半生的书。厉害吧？其实这前几样我都已经实现了。说真的，这次离开 LK 之后，我静下来想了很久。我发现我20来岁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时候，给自己设下的人生目标，其实未必真的适合我。说来也巧，正好这个时候啊，我之前做兼职的公益机构来找我当全职，我就欣然接受了。能够提前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就放心吧，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我真心喜欢的，不是什么迫于无奈。那就好，谢谢你啊！好像自打认识你以后，每一次都是你在开导我。嗨，千万别这么说。我刚才说那么多有的没的，其实无关痛痒。倒是你可是我的福星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还陷在那些大官司里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。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干的事儿，我不用再去想所谓的意义，因为那些意义都写在书上。怎么样？可以。没想到这儿这么漂亮啊！嗯，我觉得空气都是甜的。那边过去有座茶山，空气更好。哎，昨天说了这么多关于我的理想，说说你的吧。我？嗯。我的理想就是逃离我那个家吧，逃离我爸、我妈、
我哥。我这么说听起来是不是挺无情的？主要是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。我知道，我见过他们。你见过？之前一直找不到你，也联系不上，真的很抱歉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去找你的家人。但是我觉得还挺奇怪，他们并不担心你，只是不停地在抱怨你不再给家里寄钱。没什么好抱歉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不过现在也不用联系了，他们说什么我都能猜到，从小就是听着这些话长大的，什么养女儿就是给别人家养，只有养儿子才是老莫家的人。其实我从上海离开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过了，我说我跟少春分手了，我以后不能，我也不愿意再当他们的提款机。现在好了，没有了我爸妈，没有了我哥，没有他，我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吧。回去。叔叔阿姨都等着我做法律咨询呢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我们呢先留着联系方式，稍等一下，再把你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哈，然后周律师一定会亲自给你们解答的啊，这个合同别着急，应该是1式3份，一个个来啊。哎，老几位，今天啊，周律师啊是来找咱们小莫的，咱也不能把他时间都给占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周律师。哎，你们的心意啊都放这儿，我保证啊让周律师收下，好吧？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慢点啊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！再见。乡亲们的心意不是，乡亲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你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回去吧。你要不收下，我们也过意不去啊。下面就是你们俩二人世界了。哎，霍老板。你误会我们俩之间关系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没误会。哎，普通朋友有时间叙叙旧，不是吗？啊，我走了。王老板，你慢点。这儿的村民真是太热情了。是啊，他们真的挺可爱的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愿意待在这儿不走呢？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过得这么充实了。不过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是真心喜欢当公益律师，我相信，因为帮助别人，真的挺快乐的。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可以当成呈堂证供。哎，
阿姨，你也别生气，他呢就是这个性格，我早都习惯了。王姐，阿姨对不起你，你交给阿姨的任务，阿姨都没有完成。哎呀，阿姨都没脸见你了。哎，阿姨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不过，这怎么说呢？那说明母家钟生对你的人品有信心。这时候人品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他不肯留下来，你干脆陪他好了。你在国外混个野鸡蛋，不是，就是随便上一个3流大学也行呀。你紧跟着他，牢牢拴住他。他哪是拴得住的人啊？从来只有他虐我，我可不敢惹他。而且呢，这个办法我也想过了，可是家里特别是老大把我管得死死的。高考之后呢，本来是想送我出去的，就是因为钟生我跟他们大吵一架，这才留了下来。好不容易稳定了，我这又要出去，老大肯定不同意。王姐，你看啊，这上海人家嫁女儿都不希望家庭成员太复杂。你说爸爸妈妈管管你就算了，你父母又过世了，一个大哥居然还管这事儿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哎，阿姨，老大肯定是管不住我的，我只是不想把事闹得太难看。你放心，我就算和钟生结了婚，我也一定会把她宠成小公主的。我们搬出去住，绝不跟他们在一块儿。你这个小孩怎么那么贴心呀？哎呀，这个钟生就是死脑筋，真恨死我了。不过你这句话，阿姨可听进去了啊！你说要把钟生宠成小公主，你要说到做到。将来要是结了婚，你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啊！阿姨，你放心，我王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说到做到。结婚？我怎么没想到啊？那什么，阿姨你先慢用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你着急干嘛去啊？就剩这么点了。是啊，再给我买一瓶。不买。当真新鲜感过了啊，礼物都不愿意买了。除非你把我的青蛙修好。你的神兽又怎么了？断了一条腿，怎么都粘不上去。断了一条腿啊，再重新买个新的呗。不行，我就要这个。行，我上网给你搜零件。哎，对了，董事长好像对你们2期的设计方案有保留意见，不是马上要开会讨论了吗？哎，你要不要提前跟他沟通一下？没用，张亚楠的想法我太清楚了，只要一本万利，而且没有风险，可能吗？文化长廊这个项目，我爸在的时候我就想做，但是我爸就是个土大款。别这么说，本来就是。他对文化传承没有兴趣，我们吵了多少回了。王建明阻止得了我，是因为他是我爸。张亚楠，他凭什么？喂？你在哪？你怎么了？那边怎么那么吵？王检出事了，你快回来一趟。过来吧，你快回来！快回来！我胳膊，东西给我。哎，衣服扯坏了，衣服扯坏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我先送你回去。好。交给你了，王老三，我告诉你啊，
我不想管这些闲事儿。你闭嘴！我怕担这个责任。咱们家的大事老大说了算，你给他说道，让他给你判断判断。怎么回事？臭小子回到家，从保险箱拿着户口本、银行卡就往外跑。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我说等你回来再说。人家呢，1分钟都不能等了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王姐要结婚了。结婚？跟谁结婚？跟那个学霸女心肝宝贝儿。心肝宝贝儿是你叫的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真挺有意思的，越讲越有意思。王建民含在嘴里怕花了，捧在手里怕掉了的宝贝儿子，居然现在要娶一个黄毛丫头。你住嘴！我的事你少管。铁林，我告诉你，我管不了你，我不信大哥能让人。你闭嘴！大哥，你说，当时你和钟生他姐关系尴尬的时候，我在后边怎么帮你？我怎么给你出手画策的？你如果这时候背叛我，我看不起你。我不反对你和钟生在一起啊，但我反对你们这么快结婚。对呀，你闭嘴！说什么呢你？说事儿。但是为什么呀？国家都允许大学生结婚了，你凭什么反对？你们都还小，钟生还有书要读，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学。如果你们的感情真的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那又为什么急于这一时半会儿呢？你说你们要在一起，那你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理由就是我爱他，我爱死他了。你们要是反对的话，别怪我六亲不认。六亲不认，我怕你啊！你能怎么着？行了，我分家。我又不是你俩生的，你们凭什么管着我？如果你们要是不能祝福我和钟生的话，我明天去找律师，把该我的财产都分清楚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怕辜负老爸，其实就是拿这个管着我。反正安生我也有股份，托管也快到期了，我就算把这些都给钟生，也不用你们管。有毛病。总之呢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也不想，可他们步步紧逼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王姐，你的决心，阿姨领情了，可毕竟你们是一家人，你这样对着干，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？不是我那个，是他们太那个了。我所有事情都可以妥协，就是和钟生有关的事情坚决不能。我是真心要跟钟生在一起，时时刻刻在一起，不能分开。那也不能跟家里对着干，那你说闹难看了，以后见面多尴尬呀！阿姨就盼着你和钟生和和美美，一路走下去呢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生是钟生的人，死是钟生的鬼，就算是山崩地裂、洪水滔天，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分开。钟生这孩子怎么那么大福气呀，能让你这么真心对他？所以阿姨，您不反对我们结婚吧？我怎么会反对呢？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的。那太好了，只要现在钟生同意，我们立马就去领证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事儿你还没有和钟生商量过呢？还没。钟生都没有答应，你就和家里闹翻了，这孩子你说你傻不傻呀？阿姨，是这样，我觉得吧，求婚是件大事儿，不能随随便便就说了。我要给钟生准备一个特别难忘的求婚仪式，等到他80岁的时候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特别浪漫，所以我得好好筹划一下。老三还没回来呢，不做出点名堂来，他是不想消停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吧，如果就是两个人谈恋爱，我觉得新鲜感一过，劲儿就过去了。可是万一要是结婚呢，就麻烦了。他们一定会在小姑娘出国之前搞点什么事情。王简要是1年内变心，对方就会分走咱们1半家产。正应了那句话，怎么说来着？穷山恶水出刁民。你以为别人都像你？我怎么了？给你提个醒啊，别逼得太紧，否则物极必反。滚！哟，
表牌还能赚啊！嘿嘿。哎，哎，我饼给你了呀。零钱不找吗？哦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哎，马上啊！哎呀，现在都是习惯扫码啊，手机付款一扫就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抓过饼你就抓钱，这卫不卫生啊？这，哎，我这是刚摘下的手套，这是。要饼吗？要多少啊？钟叔叔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王居安，王居。哦，你是安盛的王总，王简的大哥，对吧？你好。给您带了点水果来看看您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不好意思，带什么东西啊？有时间聊聊吗？虽然我们这小铺不大，顾客也不多，但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开啊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咱们到隔壁去坐一坐，行吗？好。哎，来，喝杯茶吧。这是我的姐姐姐夫啊，也就是苏沫的爸爸妈妈，从安徽寄来的太平猴魁。尝尝，今年的新茶。谢谢您啊，这次来找您啊，主要是来为我们家王简道歉的。道歉？对。为什么呀？王简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他经常到我这儿帮忙。哦，这小子就是个热心肠。最近因为钟声出国的事儿，他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吧？啊。怪他，不怪他。哦，这么说您还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因为害怕钟声出国以后感情会变淡，王简现在着急着要跟钟声去领证。领证？对呀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对呀，隔壁老张家的儿子出国留学，结果呢，在那儿找了个媳妇儿。媳妇儿不让他回来，他就留下来了。我和他妈妈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我们家毕竟就这一个女儿，如果他给王简能结婚的话，这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哎，王简当真的乐意啊？这不是乐不乐意的问题，您不觉得他们的年纪都太小了吗？不小了，我们家钟声都20了，王简多大？才22啊。哎呀，这不正好吗？这也太小了吧！这也对钟声的学业有影响啊。哎，我听人说啊，在毕业之前把婚结了，把孩子也生了，那毕业找工作会占有很大的优势，对他们的前途、对他们的事业都会有帮助的。他们也就高中3年的时间，这相处的时间是不是也太短了？不短。他们高中3年天天见面，哎，现在有多少夫妻结婚之前能处那么久啊？就说我和他妈妈，我们认识3个月都结婚了，我们现在处的不是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真的很羡慕您和阿姨的感情，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，结婚的越早，离婚的几率可能就越大。他们都太年轻了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。发生什么？哦，你是怕他们将来离婚？我们家嫁女儿都不怕，你们男方怕什么呀？哦，你是怕我们家钟声贪图你们家的钱呐？你要搞清楚，是你们王简要结婚，不是我们家女儿非赖着他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女儿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，要真是到了离婚那个地步，你放心。我们女儿绝不会贪图你们王家半点钱财。
哦不，叔叔您千万别误会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钟生是个好女孩，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刚刚你也说了，担心钟生一个人出国不安全，不如让他暂时留在国内，等大学毕业了，我让他和王简一起出国去留学。万一在出国之前他们分手了，我也会兑现今天的承诺，让钟生继续出国深造。您二老可以去陪读，费用方面全由我负责。老板娘，哎，垃圾扔远点儿，别让城管再罚你啊！知道了。嗨，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这关上点这盖儿啊，多费电！你真是你这人。哎，你怎么还要花钱买狗栏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今天见谁了？干嘛？这么不高兴？跟顾儿吵架了？我说你真是啊，我这一步也走不开。哎，你怎么把太平火锅拆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这送人的。怎么了？安盛集团的公子，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女婿了，我不能喝一罐好茶。你也知道了？说对呀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现在就泡。怎么会闹成这样？还真是有血缘啊！你舅舅的脾气你们一个样。那王简的倔劲儿也是跟你学的。不过这事儿你也不用太担心，钟生不一定会答应。也说不一定，那第一次恋爱都是容易冲动的，万一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不能再出面了。无论是和王简还是和舅舅舅妈，这事儿会越闹越僵的。我去和他们说。我不觉得他们会听你的。听不听在他们，说不说在我。那你告诉钟生，如果等他们毕业以后还决定在一起，我会以大哥的身份亲自为他们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你说这个电影真好看，我一个人都没有，该不是被我们包场了吧？怎么了？哎，来，我们坐第一排。这会不会太近了？哎，不近，这个影院我经常来，第一排刚刚好。坐，坐。看看。
钟声。阳光拥抱着大地，月亮亲吻着海面。只有当你看向我，这一切才有意义。就像泉水流入大河，清风融入长空，你是我唯一的归宿。我永远都不要与你分离。钟声，嫁给我，让我用一生来守护你。你这是在演戏吗？不，我认真的，嫁给我好吗？钟声，嫁给我。1年的波士顿大学交换生，就相当于是镀上了一层金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你把这个男人攥在手心里，你还工作什么工作呀？王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追啊！钟声，钟声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突然搞这种事儿啊？我不是想给你惊喜吗？这哪是惊喜，分明就是惊吓！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？幼稚？你难道不想跟我结婚吗？我们才刚上大学，怎么就谈到结婚了？可是你要出国了，我怕。你怕我看上别人了？你怕我出国以后跟别人跑了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你既然信任我的话，以后就别再搞这种事情了。你去哪儿？有你管？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。那同学们呢？你就不管他们了？我哪有脸回去啊？我给他们发信息让他们撤了算了。哪有你这样的？你把大家叫过来又不管他们了，真是幼稚中的幼稚！赶紧回去处理好。好，你先别生气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说了不用你管。好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苏沫，你怎么也站在那边啊？你和钟声姐妹俩嫁给他们兄弟俩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舅妈，我当然希望王简和钟声在一起，可是他们2个现在都还在上学，不适合结婚啊。这上学怎么了？钟声说他要读硕士、读博士，这全念完了，不都30岁了吗？要是在这期间都不能结婚，这不就成了老姑娘了吗？也不需要等那么久，至少要让他把本科读完啊。这有什么区别呢？我都查了，现在国家准许在校大学生结婚。哎呦，我说你的思想怎么还不如我们呢？那么老派。哎，舅舅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哼，我没什么说的，这事儿啊，我不管。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希望女儿在您身边多陪你几年。你现在就让她结婚，你舍得吗？反正是钟声要出国留学，他结不结婚，他也不会陪在我身边。他去那么远呢，多个人照顾他，我还安心呢。钟声才20出头，你们现在就希望她嫁人，她会怎么想？你是担心钟声怎么想，还是担心王居安怎么想？舅舅，你误会王居安了。不管误会不误会，都无所谓了。就算是他觉得我们家钟声占便宜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哎呦，就给孩子找个好归宿嘛。我们家钟声哪一点比别人差？论颜值，论才华，论品性，他要什么没有啊？把她嫁给那个王简，我还觉得是王简高攀了呢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只看这件事儿是不是有利于钟声。他要去深造求学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对他死心塌地的男人，不但愿意等他，还能在背后扶一把撑一下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的女儿终于能毫无顾虑地去实现她的梦想，我为什么不支持她呢？舅舅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别再说了。别人他爱怎么想怎么想，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无所谓。只要我的女儿能实现自己的抱负，
就算别人说我们是占了王姐的便宜，我也认了。爸，谁这么说了？生生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钟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到底是谁说的？又是那个王思薇是不是？我找他去。我又怎么了？王居安找过我，让我阻止你们俩结婚。什么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跟王姐谈恋爱只是为了他们家的钱，只要我跟王姐结婚，你们就是在卖女儿，是不是？你们误会王居安了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他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想破坏我们。钟生，我们一定要结婚，不能让他们得逞了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我们俩结婚是为了别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是我想跟你结婚啊！他们这么搞下去，你迟早不要我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赶紧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不信我。不是，那你跟我谈恋爱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跟我结婚吗？对呀，你说你跟他谈恋爱，不是就想嫁给他吗？这要结婚了，我跟你爸爸不是心里也踏实了吗？爸，你的意思呢？结，为什么不结呢？就算是将来有什么变故，咱们也要赌一把。赌一把？你们把我都当成什么了？哎呀，宝贝女儿，我们这么说不是都是为你好吗？再说我跟你爸爸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吗？你们不是，我就是了吗？我就不懂了，我不过就是想出国读书1年，怎么事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不是，你可以读书，但你走之前不能先跟我结婚吗？你既然跟我谈恋爱，为什么不能跟我结婚？难道你就是跟我玩一玩是吧？你就一定要结婚是吗？对。我不结婚就是在玩弄你。行，我不玩弄你了，恋爱也别谈了，我们分手。哎，生生，生生，这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再劝劝钟生，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情，我当面再和舅舅道个歉。事情发展成这样也不是你的错。不管是谁的错，现在重要的是让钟生回心转意。好，我有时间也会和他谈谈的。嗯，先不说了，马上开会了。哎，关于这次会议的议题，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行，我先挂了。王姐，怎么了？不是，王总在里面准备开会的东西呢。你要是有事的话，王居安，干什么？钟生要跟我分手，这个责任你怎么负？你冷静下来再跟我说话。要造反啊？走，你跟我去找钟生，都是你说了那种话，他才要跟我分手的。你跟我解释清楚。我跟你解释得着吗？人家钟生这里比你成熟多了，他会被别人左右和你的感情吗？整件事情让他失望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你幼稚的做法才让他对你失去了信心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应该好好反省你自己，而不是来找我。你也说我幼稚。你听着啊，你已经作了1个星期了，不要再继续挑战我的耐心。如果真想挽回局面，就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用成年人的方式去处理问题，不要像小孩一样只会撒泼。这是安盛2期规划的最新修改方案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开门见山。这次会议结束后会进行最终确认。大家就没有什么异议？啊，是的，我们几个部门的主管之前已经研究过了，没有异议。那好，我来说一点。第8层为什么没有引进品牌沙龙，而是建造文化长廊？我记得初稿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提出来过。董事长，我们综合了您的提议，将文化和商业相结合，请看。海派文化长廊重现的是从民国时代到解放初期的大上海，而这个时期上海最大的特点就是商业，绸缎庄、烟酒行、
成衣铺。这些主题场景不仅仅是用来展示，我们会邀请国货品牌设置真正的柜台。这样，可是这些柜台能够占用多少面积？80%都被那些无意义的场景给浪费掉了。2期一共计划8层，比安盛1期的规模要大，完全有空间容纳一些非商业的元素。而且，2期的定位是从高端人群转向社区人群。文化长廊可以提供一个免费的休闲场所，这将会带来巨大的引流效应。我不否认，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爆满，可是人都是喜新厌旧的。同样的人，他们会来1到2次，会来3到4次吗？你所谓的引流到底能够持续多久？上海的常住人口是2500万，而上海的商场每周的人流量大约50万。就算每人只来1次，可以维持1年的时间。而且在上海购物的不只是上海本地人，来上海旅游最基本的目的之一就是逛商场。像上海这样大名鼎鼎的摩登都市，大型购物中心也可以成为商业地标。你是希望安盛2期被廉价的旅行团挤满，卖些劣质的旅游商品，到那个时候，全商场界都在看我们的笑话。旅游地标未必要廉价，比如北京的王府井就是北京文化的体现，是旅游打卡地，是高端商业的代表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。当年你爸爸在世的时候，你们就这个问题已经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。文化怀旧这些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安盛是商业地产，商业的目的是盈利，我不想冒险采取这样的盈利模式。现在上海的百货那么多，同质化非常严重，如果没有明显的特点，很快就会被众多的竞争对手给淹没掉。总之，我不同意，马上修改。散会。等等，我要求董事会表决。表决？你赢得了吗？散会。这怎么这么早就散会了？我个人的股份虽然少，但我们兄弟3个加起来还是有胜算的，而且董事会的股东，多数是支持我的。是吗？你怎么才来？你通知我就通知晚了。不是想表决吗？来，听听大股东的意见。好啊。安盛想要建文化长廊，你看看。文化长廊，我和刚刚所有的高管都支持这个方案，只有董事长反对。你什么态度？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草率。我呢，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我还有事儿，你们2个接着聊啊。别老是把3兄弟挂在嘴边，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很多想法是你无法左右的。王总，给您来杯咖啡吧。倒杯水给我。好嘞。王总，把东西拿来。你出去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问我意见，我当然要仔细认真考虑后再回答你了。你考虑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这么多年你跟我嘻嘻哈哈，我跟你计较过吗？你现在考虑什么呀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如果我站在张那边的话，我大可以把王简要分家的事情第一时间告诉他。好，我跟你就事论事。于公，我的方案得到大多数董事和高管的同意，这只会对安盛更好。于私，我是你哥，你站在我这儿怎么了？
你冲我吼什么？你现在冲我吼，不如去找找你三弟，讨好他。就算董事会我跟你站在一边，我们未必能赢。怎么赢不了啊？王居安，你哪来的这些迷之自信啊？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行不行？方案我会认真考虑的，至于我怎么选择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王总，你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的事情你怎么看？这是公司的决定，我没有发言权。我不是说文化长廊的事儿，我是说我跟王居安意见相左的事情。我跟他有了冲突，我还能信任你吗？当然可以，在感情上我会永远都支持他，但是在工作上，我会尽自己的本分。你很像当年的我，希望我没有看错你。谢谢董事长的赏识。记住，我们身处的不是竞技场，而是战场。如果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，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。同样，被贴上了附属品的标签，就再也翻不了身。你就是这么安慰你自己的？你的爸爸还是爱你的，只是因为他身边有了我这样的一个人，才把你给赶走的。哈，王建明比你还固执，你会认为我的想法能够左右他的决定？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，当年你的接班人还小，而我又锋芒毕露，让我离开，你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怕你太能干的人恐怕不是我吧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爸怎么会自愿砍掉我这个左膀右臂？你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吗？我没兴趣听你编造理由，我只想谈安盛2期的事儿。这个是安盛酒店近年来有问题的账目。什么意思？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你比我清楚。这些年你所有的私人消费都以各种名义记在酒店的账上，这只是其中最小的问题，更多的挪用公款我就不一一细数了。原来你力保好陈毅留在安盛酒店，
就是为了弄这些材料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是真是假，你可以核对一下。王菊安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。下三滥？你让我的亲弟弟和我作对，可我从来没有挑拨过您和天林的关系，究竟谁更下三滥？亲弟弟，你就这么确定吗？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母亲，但我们是兄弟。不要再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挑拨，否则只会自食其果。你就这么想见文化长老？对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。如果你再反对，那么下一次董事局会议上，请董事长提议由我来担任董事局主席。哼，这才是你真正的想法吧？王菊安，我没想到你的胃口会这么大。随你怎么想，我不想在安盛改革的道路上再继续束手束脚，我要把安盛带往一个全新的方向。考虑下。王总，我们这么做不会有问题吧？我心里有数。可是他毕竟是董事长，你们关系闹得这么僵，我有点担心。他既然提前把王思维找来了，就说明已经准备好正式宣战。他在安盛的根基比我们牢固，如果我们退让，就只会被一直追着打。硬碰硬是唯一的办法，只能速战速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明白了。安盛的改革我会一推到底，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停下脚步。是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喝酒啊，看不出来。别闹，回家。我没闹，你不是说我幼稚吗？今天我就以你们成年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一回。你这样更幼稚。那我今天就幼稚到底了，怎么了？试过了，走吧。我不走。今天不把这些酒喝完，我就不走。你逞什么能啊？你会喝酒吗？我不会。你教我。你教我读书，教我谈恋爱，现在还教我怎么结婚是吧？那你学什么不好，学喝酒啊？你为什么就能喝？我看你天天都在喝。你做人为什么要这么双标？为什么要这么虚伪呢？那也不能一口气喝这么多啊！我不管，今天不把这些酒喝完，我不走。你想喝酒是吧？好。我就是想和钟生在一起。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错了呢？你只想着自己，你有没有想过钟生到底要什么？他要什么我都乐意。他要学医，很好；他要学金融，我支持。我只希望他干什么都把我带上，有那么难吗？那也是别人的人生，你只想做别人的跟屁虫吗？哎呀，你又来教训我！我幼稚，我不成熟，
现在钟生也不理我了，你高兴了？酒喝完了，跟我回家。我不走。你在家里管我，出来也要管我，你管我管到什么时候？你喝醉了。我不走。我知道，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窝囊废。以后你们都别想管我，公司都是我的，谁都别想控制我。你是分家分上瘾了是吧？啊？行，你股份多，你说了算，我管不了你，喝死你得了。没事儿，这点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那王姐呢？她不是不能喝酒吗？她呀，喝醉了就让她在会所过一夜正好，反正她要跟我们分家。你就别说气话了，赶紧接她回家吧。你当时没有在场，没有看到她那副样子，回家干什么？就知道跟我们吵架。先晾晾她，看她能嚣张到什么时候。那你路上小心，早点休息。我先挂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也劝劝钟生。王撵虽然是个熊孩子，但是他们就这么分了，也太可惜了。我知道，嘴硬心软的家伙。你放心吧。先这样。再见。你说，王居安跟张亚楠闹翻了，那王思薇支持谁？他肯定不支持张亚楠，但对王居安的计划也不看好，正犹豫呢。这2天你帮我盯紧一点，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。尚总，我想跟您说件事儿。你看，最近有好多戏都找我合作，我可火了，所以经常呢不在上海。不如您找别人盯着王思薇吧。怎么，不想干了是吧？你可别忘了，是我帮你调上的王思薇，我也可以让别人调上王思薇。到时候，你嫁入豪门的梦想可就破灭了。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吧，他反正也不想跟我结婚，我还不如好好拍戏呢。好好拍戏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大明星了？没有金主给你撑腰，你还拍什么戏？还有啊，你别忘了你是什么出身，我这儿可还有你的视频呢。尚总，我平时帮你也不少吧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何况那条视频是你威胁LC高层的，一旦泄露出来，对谁都没好处。那你把王思薇骗到澳门赌场，害她输掉那么多钱呢？那都是你让我做的。赌场的回扣你可1分都没少拿呀。尚总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尚总，我们还没说完呢。尚总，你听我说，要是王思薇知道是我坑了她，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她知道又怎么样？她有证据吗？她不需要证据也能弄死我呀。你不知道，她生起气来，为了那点钱，背条人命，至于吗？那王居安坑了我40个亿，他不还活得好好的吗？天林，大哥，出事了。来，快！来。我弟弟他叫王撵，他情况怎么样啊？
王姐现在重度昏迷，明早会有医生为你介绍情况。重度昏迷，她现在在哪儿啊？这里是 ICU 病房，现在还没有到。我现在真的要见她，你让我见一下她。现在还没到。她在哪儿？哎，抢救呢！抢救呢，安哥哥，你冷静点。怎么回事啊？医生说他是溺水缺氧，造成脑功能损伤。脑功能损伤，溺水？他怎么可？你怎么也喝酒了？我。王姐呢？王姐呢？在里面。哎，抢救呢？保持安静，病人在里面抢救呢，你们再这样都出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抢救？怎么回事？我给王姐打电话，是会所的工作人员接的。他们发现王姐的时候，这小子已经不知道在泳池泡了多长时间了。他们打电话给送过来的。会所泳池？医生说，王姐是喝醉了失足落水。不可能，王姐从来不喝酒。今天她确实没少喝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跟她一起喝的。你们两个一起喝酒，她怎么掉游泳池里去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走的时候他还在酒吧，怎么跑到游泳池去了？你明明知道他不能喝酒，你还把他一个人放在那儿，你是怎么当大哥的呀？你是不是早就希望他这样了？你说什么呢？那是他弟弟，可能吗？你们不听是吧？那我找保安去。要想知道发生什么，去查监控，去查监控啊！监控，监控。王志安，如果王坚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股份多，你说了算，我管不了你，喝死你得了。